Hello， 欢迎来到野菜的路，我是 Ruby， 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要来做一道全素的港式炒河河粉。炒河粉呢，真的是我们两个如果去那种茶餐厅、港式餐厅，对，如果它有炒河粉，我们两个一定必点。那一般的炒河粉呢，通常都会用蛋下去一起爆炒。蛋跟那个蚝油啊、生抽、老抽这样子。哦，好，反正就是会很香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不用蛋，那用别的食材来取代，但是它一样可以香气十足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食谱哦。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开始料理喽。耶！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姜、红萝卜、豆包泥、芥蓝菜、豆芽菜、板条、面肠跟辣椒。先将面肠切成斜片状，芥蓝菜斜切成段状。这边芥蓝菜的后面的粗梗啊，就用削皮刀把它的纤维削掉，这样等下就不会咬不动。然后削完之后再把它切成就是斜段，当然也要切斜段就好了。老姜跟红萝卜切成丝状，辣椒切成小段状。取一个炒锅，倒入适量的香油，放入板条，煎至微黄色。倒入少许的酱油，让板条均匀上色后取出备用。刚用铲子的话，可能会比较不好分开，所以用筷子的话，这样拨比较能让它均匀啊。对。原锅再倒入适量的香油，放入豆包泥，煎至金黄后取出。那我们这次就是用豆包泥来取代蛋，把它炒香，其实真的蛮像蛋。之前也有用豆包做过蛋炒饭。对，那时候是用豆包嘛，用丝的。对。因为它这样就一片一片一片的，它口感会有点不一样。也蛮像的。豆包泥其实在里仁也买得到。哦，我们这次是用那个本家生鸡跟豆腐的豆包泥。那里仁买得到的豆包泥是那种冷冻包装的。放入面肠，
肠煸至焦脆后取出。这面肠放下去之后啊，就尽量不要去翻动它，就让它直接煎到酥脆。而且因为裹上酱汁的关系，其实它不太会有面肠味的。煎面肠啊，要有一点耐心，就是它会需要花一点时间。不管是豆干呢，还是豆包啊，你要把它煎到焦脆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。然后火不应开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小火。一定要小火慢慢煎，让它那个里面的水分都没了。原锅放入老姜跟红萝卜炒香。再放入煎好的面肠，好，再来我们加入调味料，倒入酱油、酱油膏、糖、乌醋、花茶酱跟胡椒粉一起炒香。炒香后倒入水煮滚。水大概要加多少呢？大概200ml左右。200ml 是盖过食材吗？盖过食材，它上盖过食材。好像也不算哦，就要一定的水量。对，要一定水量，因为你等一下板条下去，它还会再吸水。然后还要炒芥蓝哦。对。所以这个量的话，大概200ml左右。2人份200ml上下。对。煮滚后放入芥蓝菜，大火快炒。再放入煎好的板条，拌炒均匀。最后加入豆包泥、豆芽菜跟辣椒一起拌炒。汤汁收干后，即可盛盘享用啦。好啦，又到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啦！开动了，港式炒河粉，其实也可以加炒板条。港式炒河粉的河粉就是类似客家的板条。这样懂吗？好。好吃哎，好香哦，有锅具哎。我是大口。有啊，我们大口哎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。我们原本是用那个卡式炉炒嘛，那火真的其实会有点不够，所以我们到后面其实有到那个一般的瓦斯炉上面，然后把火开大，再爆炒一次，这样子锅气会比较香啦，比较足够，不然卡式炉那火真的还是不够大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面肠，
还是会有点面肠味啦。但我觉得那个酱汁有在外面，有裹在外面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有点面粉的味道，它就是面肠本身的味道，但其实不会到让你觉得不舒服。其实我喜欢吃芥蓝菜，就是它后面那个梗的部分，对吧？它有一个芥蓝菜独有的香气，然后吃起来又很脆口，我很喜欢吃芥蓝菜。而且刚刨过之后很嫩。对啊。还有就是这个板条啊，买纯米做的板条，会很好吃，就是比起外面那种加很多那种有的没有的什么太白粉啊，然后这是今天的重点，超级无敌像蛋的，真的很像豆包泥，而且我觉得味道没有什么豆味。哇，豆包泥真的很像蛋，很像蛋一块一块一块的。之前看那个白龙就有教过，郭伟跟的白龙就有教过，他是用豆包泥跟萝卜嘛，还是做什么？好像是萝卜煎蛋，豆包泥真的很适合取代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这边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开起来，那不要忘记追踪我们 Facebook、IG 哦。后面那句讲越来越随便。好好吃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还试做再分享给我们看。哦。